嗨，大家好，我是 Coco。现在是快要7点半，我们7点半的时候要去做传说中的魔王关卡，也就是糖水检测，就是要测有没有妊娠糖尿病。好 ，Coco in Finland。嗨，因为刚刚医院里面不能录影，所以我就有拍照了一下。我刚刚喝的是75克的糖，然后250毫升的糖水。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喝的啦，它就是甜甜的，然后可能因为我把它想象的太糟糕，我就以为它会很死甜，结果喝起来还可以。喝完了以后就抽了一管血嘛，现在护士是说我现在不能吃东西，但是可以喝水。那因为刚刚喝完了以后，毕竟12个小时没有进食嘛，你就会觉得有点痛苦，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有东西卡在喉咙里面。那我们刚刚就过来，然后喝一杯水这样，然后我老公就在这边吃个早餐，这是一个咖啡店这样。现在已经9点半，然后我们已经到家了。我已经抽完3次血，第一次跟第3次抽的那个人，我觉得他经验比较好，所以就没有那么痛。但是第2次那个针插进去的时候，我整个觉得爆痛的，因为我本来就很怕针。那这次的糖水检测大概就到这边，他是说下个礼拜1就可以知道结果。因为这个糖水检测的结果出来啊，有3个数字嘛，那我只有第1个数字通过，第2个数字虽然是一样的，但是也算是没有 pass， 第3个的话就是超过了，所以我就是妊娠糖尿病确诊。确诊了之后，当然母婴中心的人就安排我去跟他们拿血糖机。我必须要在这里说，就是在芬兰这边呢，你拿血糖机啊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自己花钱购买这一些器材。这一点的话，芬兰的福利算是很棒的。那天除了拿血糖机之外，我还拿了很多很多的饮食指导的一些 paper。回家之后呢，我就有还算努力的跟着这些指导在走。不过拿血糖机回来，也就是等于说你要开始自己测自己了。那一开始呢，他们是跟我说我需要1天测6次，也就是3餐的前后都要测。那时候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也慢慢的发现，原来自己是有晕针的现象。我自己的现象大概就是我会心跳加快，然后手脚发冷，全身发抖。每一次自己要扎自己针的之后，我都会发现自己汗流浃背，整个衣服都湿了，这样很夸张的是，我还会哭得很惨，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克服这个恐惧，就是把针扎到我自己的手指里面。我后来才发现说，我怕的不是痛，我怕的是针，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针，所以我就会对它有一点恐惧。有一次呢，我在吃早餐之前，我就大概测了3-4次吧，就是扎手指，然后我自己的血也推不出来，我就很崩溃，在那边大哭。我大概花了1个小时吧才测成功，然后那天就觉得很累很痛苦，就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我会放在最后，就是写出我整个感觉有多崩溃的一个历程。因为我有这个晕针的现象，虽然我还算是轻微的现象不过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带给我太大的压力，所以那时候我都会很担心说，会不会我这样子的心理状况啊、精神状况啊，对宝宝是不太 OK 的，所以我就也有跟我老公讨论了一下，我就有跟我老公提到说，有一个东西是有贴片的，你可以不用扎手指，你可以用贴在手臂的方式就可以测你的血糖。后来他就打电话到母婴中心去，然后也有跟那个护理人员讨论啊，这个母婴中心的人也有去帮我问，那医生是说他不太可能给我啦，因为贴片的话主要是给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患者，比如说他真的已经有在打胰岛素了，他们的话就会是优先。像我这样子晕针的状况还算是轻微的话呢，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只能换人扎扎看，看我会不会比较没有这么恐惧。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在这边吃的中式跟西式的3餐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是我的西式早餐，这是黑麦面包，有2片，一片只有火腿，一片是火腿跟蛋，里面都有 cheese， 然后还有一点黑胡椒粉，然后一点盐。这个有蛋的里面我有放了一点点的辣味美乃滋，配上豆浆，可是已经不够了。我平常是喝这个大概3倍的量。
所以今天就再多一个没有咖啡因的香草茶。午餐时间，我们吃的是芬兰的菠菜汤。菠菜汤含有很多铁，所以对孕妇很好。然后这个是 egg muffin， 配上2个黑麦面包。这是今天的晚餐，有鲑鱼跟烤蔬菜。那我们总共烤了 beetroot， 然后还有地瓜，还有马铃薯这样子。所以还蛮简单的一餐，喝的东西就是柠檬水。Do you think you win? Yes. I win. 今天的早餐是蛋饼，是火腿 cheese 蛋饼，有火腿，有 cheese。然后这里面是果昔，里面有香蕉，还有蓝莓，还有草莓优格、芝麻跟牛奶。Wow, it's so much. 吃到一半才想到要录影。今天的晚餐是10颗水饺，加上紫菜蛋花汤，还有酱油。今天的晚餐有菠菜、鲑鱼、煎蛋，还有10谷米。以上就是我的糖水检测，还有3餐的记录，这样子。因为呢，我控制的算是还不错，然后再加上孕早期我的各种不适，那时候就是有点没有办法吃东西，那一天可能只吃几个黑麦面包就过了一天，再加上我那时候闻到肉味就想吐。Anyway， 那是孕早期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吧，我的胃就开始有点慢慢的变小，再加上我的饮食控制的还 OK， 所以我目前为止已经7个月了，但是呢，我的体重还是比孕前还要再轻3-4公斤左右。但是因为呢，我有在吃这里的 Mommy Vitamin， 所以我也没有说非常的担心宝宝会不会营养不够啊什么的。而且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的生长都有在那个曲线范围里面，所以我是还蛮安心的。我觉得我跟宝宝配合的很好，就是他有在长大，然后我还是没有变胖这样子。这就是我在吃的 Mommy Vitamin， 这个是孕早期的时候吃的。那它里面这个被我吃完了，但是里面就是一颗一颗白白的维他命的样子。这个是中后期吃的，那大家可以看到白色的就是我刚刚看给大家吃完的孕早期的时候，每次只要吃1颗。那现在中晚期的话呢，它就再加上一个 DHA， 就是鱼油这样子，所以我每一天都有在吃这2个。不晓得看这部片的妈妈们有没有也跟我一样有妊娠糖尿病的一些困扰？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特别的担心啦，就是你只要好好的控制住自己的饮食的话，其实对宝宝或者是对妈妈来说应该都是很 OK 的。这是我目前以来的记录，数据的话是餐前不能高于 5.5， 餐后1小时的数值不能超过 7.8。红色的字就是有超过的，9.4那一次是因为我吃了咖喱。那8.2那一次就是影片里面的果昔，因为我们打了含糖的优格，所以那天就超过了，跟预想中的一样。这个的话，餐前6.8是因为我在测量的前10分钟吃了1根香蕉，所以就有点超过。旁边我也有大概写了一下我大概吃了什么东西。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呢，就是我很勤的在记录，但后面就有点空掉了，因为我就是那个晕针的状况，所以母婴中心的人就是有说我可以让老公来测，所以就变成说他回家的时候我们吃晚餐才会测，还有假日的时候就可以比较长测3餐。因为妊娠糖尿病的关系，所以呢，宝宝是比较有可能变成巨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又在芬兰这边多得了几次的超音波，算是因祸得福吗？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嘿嘿。
嗨，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而且想要看到我介绍更多芬兰的话呢，请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和分享哦。就这样，拜拜。